大家好，5月份我做了一期生物全息诊疗法的介绍，做了简介部分，简单介绍了发明人张颖清教授1973年提出的生物全息诊疗法的基本概念，全息胚或者全息单元，也介绍了我们人体最方便使用的部位是手第二掌骨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右上方的视频链接回看。限于1分钟的短视频，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讲述。从这一期开始，我会分几期讲述我的实践应用。今天这一期，我说说我认识生物全息理论的过程，第一次使用这个理论和诊疗法给亲戚膝盖痛治疗的过程和效果，也会详细介绍张颖清教授所提出的第二掌骨是如何应用于诊疗的。认识生物全息诊疗法始于1987年大学毕业那一年，在毕业季结束之前，时间比较空余，我去听了一个讲座，那是第一次听到生物全息这个名词，也是第一次听到演讲老师讲述用外治手法治疗身体病痛，而且很快收效的实例。可以说，那是一次完全打开我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的讲座。原来我们人体这么神奇，有这么多奇特的对应部分，有这么多奇妙的案例故事，可以用不吃药、不动手术、不损伤人体的药物治疗方法，徒手就可以达到治疗疾病的功效。所以这个讲座给我非常大的触动和深刻印象。暑假回到家乡，大姨、三姨和我们家一共8人去爬了家乡很高的一座名山。我们到了山上的寺庙，吃了午饭。大姨夫、三姨夫和表弟他们相约冲山顶，我们几个女同胞就留在市里纳凉，等他们下来再回家。可是等了好久没有见到他们下来，那时也没有手机可以通话问一下。等他们回到市里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，快5点。表弟抢先告知大姨夫的膝盖很痛，是我三姨夫常扶着他，拄着拐杖慢慢走回来的。因为冲顶后他们下山时，2个姨夫比赛看谁先回到寺庙。下山跑得比较猛，都是台阶。大姨夫原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，因此才比赛一会儿，他的膝盖就痛得不行。因为都是台阶下山，他的膝盖明显受力，受不了了，所以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回市里。那时已经是下午快5点了。我们要下到山脚坐公交车回去，还有很远的山路。那个年代上山下山只有一条山路，必须走台阶，还是非常不好走的台阶。寺庙里也只有2个出家人，没有吃住的地方，所以大家都非常担心怎么办。姨夫自己是学西医的，他在县卫生局工作，此刻他也担心了。坐在寺庙的凳子上，我们大家都一筹莫展，时间一分分过去。因为在毕业之前听过这个全息生物诊疗法的讲座，不需要工具，随时随地用手就可以诊疗，印象非常深刻，而且非常触动。所以我想了想，跟姨夫说，要不要我来试一试给你按摩。姨夫说，你学生物的怎么会按摩？有用吗？我这个关节炎可是老问题了，有这么快的按摩效果吗？我说，不妨试一试吧。说实在的，其实我心里也没有底。接着我就开始在他手第二掌骨探查，我遵循着
张颖清教授的同侧原理，先在他痛的那一侧第二掌骨做痛点探查。我一按他放侧的膝盖穴，他就疼得大叫，好痛，手一直往回抽。我知道我按对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他的阿是穴，就是他的痛点。一查位置，就是他的膝盖穴。中医叫阿是穴，就是在这里刺激他的反应，是啊，是就在这里，是不是很形象呢？所以我叫他忍住，我用我的指甲掐。换侧按摩好了，我再做另外一侧膝盖穴的按摩，它也痛，但反应没有换侧那一侧痛些。大约按摩了20多分钟，不到30分，我就听到姨夫说膝盖热起来了。然后他说，我站起来走走好吗？我说好啊。当他站起来走动的时候，他惊奇地发现膝盖已经好多了，不怎么痛，平地上可以自己不用拐杖走动了。他非常诧异，马上说出学西医人的第一反应，怎么会这么神奇？又没有吃止痛药，又没有扎针针灸，只是在手上推推搓搓，就这么神奇。大家也很受鼓舞。他怕我手太累了，让我歇歇，他自己再按摩一会儿。过了10分钟左右，他认为可以了。他说，趁天还没有黑，我现在膝盖还不错，我们赶快往山下走吧。所以我们大概按摩了30多分钟左右，就开始又往山下走。大概下山走了40几分钟的时候，他的膝盖又开始痛起来，只能拄着拐杖慢慢下山了。我知道，因为一直下台阶，他的膝盖要吃力，我们只能用手和指甲掐，这个按摩的力度和深度都不够。这是我第一次徒手实际应用全息生物诊疗法。在我接触到这个理论大约1个多月的时候，在交通不便、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的半山上，众人一筹莫展之时，用这样简单的徒手方法，让姨夫坚持走了40多分钟才痛起来，赶在最后一班车，我们回到县城。这件事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和触动，也增强了我的信心。这也就是后来我在读研究生时，用这个理论来参加全省研究生自然辩证法演讲的原因。我用了全息生物学理论的辩证观这样的题目来演讲，获得了全省研究生演讲比赛1等奖。颁奖会上，国际全息生物学会副主席叶永在老师听到我演讲的题目，会后特意找到我跟我谈，得到他的赞扬和认同，给我很大的鼓励。那个演讲是1990年的，也正是国际全息生物学会成立第一次会议在新加坡召开之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具体如何应用第二掌骨来诊疗。刺激第二掌骨不但能用于诊病，还能用于治病。具体对应见图上。该掌骨远心那一端与掌心横纹交点的地方是头穴，近心稍内第一、第二掌骨的交点是足穴，头穴至足穴连线的终点为胃穴，胃穴与头穴连线的终点为肺心穴，肺心穴与胃穴连线的终点为肝穴，头穴与肺心穴做3等分，其间2个点依次为井穴、上肢穴，而胃穴与足穴之间分6等分的话，中间的5个点依次为12指肠、肾、腰、下腹
和腿。我们可以把上述这些穴位看成是区域，比如头穴这个区域就包含眼、耳、口、鼻、牙等，而甲状腺、咽喉、气管上段、食道上段等则包含在颈穴区域之内。具体做法是让患者手放松，如握鸡蛋状，虎口朝上，食指尖和拇指尖相距约3厘米。医生用右手拇指尖顺着患者左手第二掌骨侧长轴方向，或者用左手按右手来回轻轻触摸，会感觉出有一个浅凹的弧形槽，全息的穴位并分布在这里。医生或者是探查者用拇指按图中所示穴位的顺序依次按压，按压时注意患者的表情或询问病人感受。如果病人有明显的麻、胀、重、酸、痛感觉，或者按某穴时病人会有不自觉的皱眉、咧嘴、抽手、躲避等反应，就是找到了压痛点，就说明与此穴对应的内脏可能有病。正常人可以用自己左手按右手或者右手按左手探查身体的状况，及早发现疾病。具体的治法和原则我们下次再来详细介绍。我把第二掌骨上如何找到各个对应点的方法做成2个图片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截图留起来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